Hello， 大家好，我是祥仔，欢迎回来。今天我们来讲断掌。断掌在手相学中是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也出过很多各种各样的流言，比如有人说断掌打人非常疼，或是运势大发、大富大贵，或者是很有钱、克父母、克爱人、六亲缘薄等等。那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呢？这次的断掌节目也是因为有朋友在之前的手相视频下留言，想要知道断掌具体是怎样的一个存在，断掌又是有哪几种分类的，让我看看他的手相是否算是断掌。所以呢，我们这次就为大家来解答这个问题。看到这个视频的同学们，你曾经有想过断掌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吗？这次就跟着我来一起探究断掌的奥秘吧。在开始之前，再次介绍下之前手相的视频，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点击我的头像关注，进入首页慢慢了解。祥仔奇幻游是一个探索宇宙、探索地球、探索自我的一个奇幻科普类频道，有的时候也会做一些手相八卦、星座命理、居家风水等内容的分享。如果你想通过认识自己、了解他人来学习提升的话，记得一定要关注我啊！好啦，言归正传，什么是断掌呢？断掌就是手掌的感情线和智慧线连接在一起，成为一条直线，这种奇特的手纹就叫做断掌，在我国的手相学中称之为贯通手或通贯手。那这种掌纹又代表什么意思呢？有断掌的人性格方面，个性是比较主观的，意识也会非常强烈，有时会有些固执的状态，脾气会比较急躁，情绪也容易激动，会经常给别人既热情又冷淡的感觉，不太容易和其他人相处，也容易因为过度倔强而和他人引发矛盾。在事业方面，断掌的人一般在某一领域会有不错的成就，有很强大的自信心、责任心和独立能力，凡事喜欢亲力亲为，也不喜欢别人插手，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很难听进去别人意见，神经也很敏锐，做什么事情都一贯一个精神。在古代的时候就有断掌掌兵权的说法，只要断掌的人下定决心做的事情，就会贯彻到底，不达目的不罢休。所以断掌的人在事业的初期比较艰难，成功较为迟缓，而成功后所创造的财富会非常大，也能很好的坚守住自己的成功，同时还能再接再厉，再攀高峰。而在感情方面，断掌的人就较为弱势了，甚至有时候是比较悲剧的，因为断掌的人对爱情看得比较重，对待感情、婚姻或喜欢的人，一般都会竭尽全力去博取对方的欢心，而且爱憎分明，不会虚情假意，情商上也会不够成熟，比较执拗，往往把想法强加给对方，导致得不偿失，弄巧成拙。失恋后容易对感情心灰意冷，甚至对婚姻不再抱有希望。当我们知道断掌的特性之后，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断掌的分类。断掌其实是有分类的，不同的断掌也会有不同的解释方式。我们可以从断掌的真假、断线的位置，还有掌纹的连结三个方面来探讨断掌的奥秘。无论男女，先天或后天，断掌基本上都有区分真断掌和假断掌两种。首先，断掌的真假区分，真断掌就是感情线和智慧线完全的连接在一起，不用凹手就有一条很明显的线。这类型的人通常都具备有领导的魅力，也会常常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很容易聚其人气，运气也会很强，莫名其妙的就会被他的人格特质给吸引。而假断掌其实也是断掌纹的一种，只是假断掌的运势会没有真断掌那么好。一般平常说的假断掌就是感情线和智慧线也可以连接在一起，但是并不会很明显，有可能需要凹手才能连接在一起，又或者智慧线跟感情线的支线串联在一起，这个类型的断掌也是最容易出现。智慧线和感情线既有原本的走向，然后支线还连接在一起的情况，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判断原本的感情线和智慧线的走向状态，原本的弧度是否是完好的，长度也是否正常。如果都很不错，代表这个人品格优良，运势大好，同时工作能力和意志力都会很坚强。第二，断线的位置，这是来判断断掌人性格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断掌人的性格主要是看整体断线的位置，在手掌的上方、中间还是偏下，而断线的位置不同，断掌人的性格表现也会大不相同。这个衡量的标准就是以智慧线的起点位置作为标准，从我们食指的第三指节到大拇指的第二指节，也就是虎口的位置，以这个区域的中心点来评定智慧线的起点。如果在这个中心点的上方，就是偏上，代表这个人会比较容易感情用事；如果是中间的话，就是刚好和中心点基本重合，表明这个人是比较平衡的，遇事会经过一些思考再采取行动，并且这种类型的人行动力也比较强，这种断掌也算是最好的断掌。如果是在中心点的下方，就是偏下，代表这个人比较偏向理智，但是常常会带着一些冷酷无情的感觉。
第三种断掌的分类就是掌纹的连接方式，如果智慧线压在感情线上面的话，就表明理性大于感性，反之，要是如果感情线压在智慧线上面的话，就是感性大于理性，而感性大于理性的人比较会出现横刀夺爱，并且不只是情感方面，在对人、对事、对物都容易发生这类情况。另外，断掌也是会分左右手的状态，并且双断掌也会有不同的意义。如果只有左手是断掌的话，表明他的个性比较刚强，也比较强硬，比较懂得把握机会，也比较容易感情用事。所以有时候虽然是头脑聪明，但是也会出现被情绪左右的情况，导致常常会有错误的判断。这类型的人通常在需要情感方面的工作能力比较强，比如音乐、艺术家或者设计师等等。只有右手断掌的人呢，他们的个性通常会比较温和一点，但是外在表现都会比较强势。可是这种强势并不会带给其他人不好的感觉，反而会给人一种信任和安心的状态。这种类型的人判断力都很强，处理事情大多会靠智慧来解决，所以这类型的人执行力很强，各项能力和工作表现都会很突出。而双断掌的人主观意识也是比较强，做事会更为坚决，所以不太愿意听取他人的意见，对爱情和情面上的事情都会爱恨分明，也会有一种不达目的不罢休，不管遇到多大的挫折困难，对他们来说都只会更刺激的状态。哪怕双断掌的人知道前进的方向是错的，他们也不会改变，义无反顾地走下去，直到目标的最终达成。所以这类型的人不是大好就是大坏，很少会出现中间值。如果是单断掌的话，最好右手是断掌，因为右手断掌不仅行动力强，运势也会很强，容易给自己带来很好的运气，做事情也容易达到事半功倍。而断掌最好是双断，因为如果两手都是断掌的话，基本上不会差到哪里去，而且也很有可能是成就非凡。但在感情上面呢，就稍微要注意一下，因为性格的原因，有时候会得理不饶人。除此之外，在断掌上方会多出一条平行线，这个叫做柱断纹，是一种很好的象征。有柱断纹的断掌人，代表他智慧超群，非常聪明，这类人很可能会白手起家，创出一番事业。还有一些人会在断掌的主线中伸出枝纹的情况，这类人一般会更为固执，个性会更极点，但一般都很刻苦，而且更会持家。最后一种情况，两条感情线的断掌，一般这类人生命力会极旺盛，有很强的自我康复能力，还极为聪明，对事业会很专注，但一般这类人对感情都会比较冷漠。说了这么多，大家应该也都看出来了，无论是真断掌也好，假断掌也罢，其实都是有好有坏的。而根据传统的民间说法，断掌的女生命硬会克夫，而男生断掌则是一件好手相，这些都是封建男尊女卑的观念。其实断掌是不分男女的，都只会有好坏之分。至于古代女子断掌克夫的传闻，其实是因为断掌的人大多过于强势，比较固执，而断掌的女生也是很少出现小女人的温柔，并且一般她们的能力都会比丈夫要更强。同时古代的女子也都要求三从四德，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说法去污名化女人。而在现代男女平等的社会中，女强人比比皆是，像断掌的女生这种强势固执的状态，往往会给她们自己的事业上增加助力，所以这种说法在当今的社会中就是无稽之谈啊。而手小又断掌的女孩，为人心直口快，思维敏捷，很重理智，做事公事公办，也很少偏私，同样的也很难变得像其他女人那样的温柔，所以一般恋爱或婚姻会比较坎坷。说到这里，基本上断掌的所有情况也都覆盖到不少了，可能还会有一些遗漏。既然手相内容已经开始续集了，后面也会不定期的对手相的相关内容进行补充，所以望大家在评论区踊跃留言哦。其实手相的相关知识内容也是我这儿去搜集很多资料整理出来分享给大家的，可能会和一些真正的大师讲解有一定出入，希望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们可以给我指出相关问题，大家一起进步，学习更多有趣的手相知识，也可以通过我的分享视频让更多的同学去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人，给自己的生活事业都能带来一些帮助。在做手相资料收集的时候，我还看到一些更奇特的掌纹，比如川字纹、M 字纹等等。同样的，如果有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多多留言私信，或是直接告诉我你都想要了解哪些奇幻话题。大家所有的私信留言我都会去认真查看，在工作不忙的时候，我也会积极逐个回复大家的。好啦，这次的分享就到这里吧。翔仔奇幻游主要是介绍古今中外、天文地理、历史文化、各类奇思妙想和都市传说等类型的频道，有的时候也会对中外古老的易经风水、星座罗盘、紫微斗数、手相八卦进行一些涉猎的分享讨论，基本都是浅谈辄止。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一定要记得关注、分享、点赞、收藏哦。我们下次再见。